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上集说到吉原花街任务里，鹰柱天元在炭治郎小队的帮助下，艰难地战胜了上弦之六纪夫兄妹，而鬼王一边也正在谋划一起秘密行动，并且同时出动了2名上弦。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在樱花繁茂的林间小屋里，一位戴着耳饰的男子正抱着一名婴儿。原来他是在帮这里的主人炭吉照看着孩子，也正是他救下了这一家人。看着身为武士却还没有继承人的他，炭吉便发誓会将恩人的事迹传承下去。但似乎这个人并不在乎这些，并且还声称自己只是个无力保护自己珍视的一切、一无是处的人。听到这里，炭治郎难受地打湿了双眼。原来这只是一个奇怪的梦。看着已经昏迷了2个月的炭治郎终于醒了，香奈乎也难以抑制自己的高兴。原来这2个月都是他在照顾着炭治郎。三小只和小葵也激动地哭了起来，上前围住了炭治郎。当然还有已经在天花板上趴了半天的出头，因为比他早醒了7点，所以在炭治郎面前耀武扬威，让炭治郎必须得夸他。果不其然，就受到了三小只的吐槽，几人顿时闹成一团。但随后就被香奈乎呵斥了一顿，让他们别吵吵了，小探探已经睡着了。就这样1个星期后，炭治郎和猪头都痊愈归队，而善逸则早在他们醒来之前就已经出去执行任务了。在之后的锻炼中，炭治郎询问起了新的日轮刀有没有送来，但只收到了一封相当恐怖的诅咒信。果然钢铁种已经心态爆炸了。那么既然没刀送来，炭治郎便决定直接前往刀匠居住的村子，当面和他谈一谈。紧接着炭治郎就被蒙着眼并辗转多辆人形客车后，来到了鬼杀队神秘的刀匠之村。接着在矮小的村长口中，炭治郎才知道原来傲娇的钢铁种此刻正在和大家玩失踪呢，所以炭治郎便只能先在村里待段时间了。而刚准备去泡泡温泉，就碰到了迎面跑来的恋主甘露寺米梨。炭治郎吓得赶紧吐槽道：“你的就要跳出来了！”吐槽满分。在一番诉苦后得知，原来热心肠的米梨向别人主动打招呼，居然被无视了。看着伤心欲绝的米梨，炭治郎只好使出了绝招，晚饭做好了。一听这话，米梨满血复活，蹦蹦跳跳的哼着小曲吃饭去了，果然是个十足的吃货。紧接着来到温泉地的炭治郎就被一颗飞出来的小东西打在铁头上，居然让他都感到了头疼。原来这是一颗大尖牙，而他的主人正是温泉里的不死川玄弥，也是炭治郎同期的鬼杀队成员，同样也是那无视米梨的人。炭治郎友好的向其打招呼，这才知道这人简直就是个暴躁老哥，最后还是只能到另一边的温泉去了。晚饭时间，大胃王米梨一个人就吃掉了10个人的饭，吃完就在那儿逗米豆子玩，并和炭治郎聊了起来。原来玄弥就是封住不死川石弥的弟弟，但2人似乎有着隔阂，并了解到了米梨是为了能找到托付终身的男人才加入了鬼杀队，并告诉炭治郎这个村子似乎有着让人变强的秘密武器。聊完天，米梨便先离开了，只留下正喷着鼻血的炭治郎。第二天一早，在小森林里，炭治郎又碰到了正在欺负小孩的霞柱、石头、武一郎。炭治郎可不管你是不是柱，直接就上前拦住了他，但发现根本搬不动，然后就被他一拳打在肚子上，但还是被炭治郎将小孩保护了下来。询问得知，原来是霞柱想要用村里的格斗人偶元一灵士进行训练。炭治郎一愣，这张脸自己似乎在哪里看到过。人偶已经随着部件老化就快坏掉了，所以掌握钥匙的小孩才不愿意将钥匙交出来，但训练是为了更好的斩鬼，武一郎只认这一点，所以还是把钥匙交出来吧。教你个大头鬼啊！炭治郎很讨厌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做法，但武一郎似乎磨得感情，并不吃他的嘴遁，直接一掌下去就将炭治郎打晕了。再醒来的时候，武一郎就已经在和人偶对练了。从他的乌鸦口中得知，原来年纪和炭治郎一般大就已经成为柱的武一郎，正是起始呼吸、日之呼吸使用者的子孙。这也让炭治郎想起来了，这个人偶就是自己梦里所见到的那个人。在训练中将人偶错手损坏了，武一郎这才结束了训练，并因为刀坏了便顺走了人偶手上的刀。看着人偶的惨状，小孩下定决心重启人偶，让炭治郎进行训练，变强后去狠狠地教训那个可恶的霞柱。在最初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到渐渐能与之抗衡，炭治郎经过了这些天的魔鬼训练，成功掌握了新的技能，拥有了通过气味预知敌人动作的能力。这样的能力也使炭治郎已经可以勉强做到一些与柱媲美的动作。又经过一番强化训练，最终炭治郎打破了人偶，这才发现原来人偶体内藏有一把刀。虽然已经严重生锈，但还是吸引来了钢铁种先生。对铸刀痴迷的他，一把就夺走了刀，并发誓一定会将此刀恢复雄姿，再交到炭治郎手里。
所以这些天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。你说我该不该偷偷去看看呢？这关我屁事啊！玄弥气得满头大汗，但显然两个人就不在一个频道。看着少颗牙的玄弥，炭治郎将兜里那颗他的尖牙还给了他。我靠，这你还留着呢？然后就被狠狠地赶出去了。果然玄弥是因为没吃饭，饿了才这么生气的。很快就到了深夜，一名刀匠刚泡完澡，准备回家休息，但路上一个漂亮的湖吸引住了他，正要上前看看这奇怪的湖，突然就被一股力量直接给吸了进去，没过几秒就没了动静。原来这是上弦之物玉壶来了。果然，那个关于鬼杀队的重要情报就是刀匠村的藏身之处。上弦之四半天狗也正在屋顶上伺机而动，一个恐怖的袭击就要来临了。而炭治郎却毫不知情，正抱着祢豆子睡大觉呢。这时侠助武一郎叫醒了他，询问关于刀匠的事儿。突然门口就爬进来一只鬼，虽然两人并不认识这只鬼，但其能在他们毫无感知的情况下来到眼前，毫无疑问这是一只上弦鬼。武一郎果断使出侠系四之星平流斩砍了过去，敏捷的半天狗一跃躲到了天花板上，但还是被划上了一道伤痕。紧接着炭治郎的火神杨华突就杀了过来，并将其打落在地上，接着在祢豆子的一脚飞踹加上武一郎的一刀，半天狗竟然就这样被斩首了。但炭治郎知道上弦鬼一般都要达到一定条件才能击杀，果然半天狗飞出去的头竟然长出了新的躯体，而另一边的躯体也长出了新的脑袋，它居然一分为二，变成了两只鬼。炭治郎刚准备对付身后的这只鬼，眼前拿着扇子的鬼一招就将武一郎扇飞了出去，一眨眼就消失在天际。这下就变成了炭治郎和祢豆子两人对付着扇子鬼和权杖鬼了。两人还没反应过来，权杖鬼的雷电攻击就覆盖了过来，将炭治郎整个人都麻痹住了。但这时屋顶上听到动静的玄弥也赶到了，直接打响了自己特制的火枪，竟然同时打爆了两鬼的脑袋。哦，不对，有一只打偏了，脑袋还吊在脖子上。玄弥果断上前一刀就砍了下来。但这上弦之刺真的有那么容易解决吗？炭治郎瞬间明白了，他是故意被斩首的。果然像之前一样，这两只鬼又分裂了，这下场面上就出现了四只鬼，并且刚分裂出来的鸟鬼一把就将炭治郎抓住了，另一边玄弥也被新分裂出来的枪鬼一枪刺穿了胸口。看到这一幕的炭治郎心急如焚，必须立刻去支援玄弥，但鸟鬼的声波攻击直接打断了他，炭治郎被震的耳鼻都在喷血，好在落地时被树枝挡了一下，这才没有被直接摔死。但身后的鸟鬼又要发起攻击了，情急之下，炭治郎反手一刀切断了鸟鬼的脑袋，但这下就更麻烦了。只见两道声波攻击一起发动，炭治郎又中招了，但是这下却被他发现了分裂的秘密。原来这两道声波威力还不如之前的一道，这样看来，半天狗的分裂一旦超过4个就会变弱。炭治郎一刀刺出，将两只鸟鬼分裂下来的嘴刺穿，但真正的攻击却出现在他背后。鸟鬼一爪子抓在炭治郎胸口，其速度和攻击都异常的恐怖。但就在鸟鬼得意忘形的时候，炭治郎却笑了：“你也一样哦。”话音刚落，鸟鬼整个脑袋就被切开了。紧接着，炭治郎也杀到了近前，一刀将其斩首。另一边，祢豆子头上又长出了独角，但这次似乎保持着理性，正在和扇子鬼比拼力气，但显然对方只是在戏弄他。而玄弥一边，枪鬼发现自己的枪似乎拔不出来，原来玄弥并没有死，反而又一枪打爆了他的头，但还是没有，枪鬼一枪划在他胸口，脑袋也很快就长了出来。但是玄弥竟然还没有死掉，并且嘴里在念叨着什么。正当枪鬼要一枪解决了他，玄弥一瞬间就消失在原地，下一秒就出现在其背后。这时一旁观战的权杖鬼终于也看不下去了，出手拦住了玄弥的攻击，而紧接着玄弥的火枪也反手打断了他。可惜还是双拳难敌四手，枪鬼的下一击就躲不过去了。而另一边扇子鬼也厌烦了，直接一脚刺穿了祢豆子，一瞬间造成了豆子大面积的出血。但豆子同样身为鬼，一脚就还了回去，并且也不浪费自己的血，发动了血鬼术爆血，并一把夺过了扇子鬼的武器，冲着他就是一扇，让他自己也体验了一把。紧接着祢豆子又将扇子对准了权杖鬼，但突然就被他冲到眼前，一击刺穿了脖子，并被雷电麻痹了全身。而就在这时，屋外的炭治郎直接串着鸟鬼就打破了墙壁，回到了屋内。而看着眼前的状况，他一把就冲了上去，面对权杖鬼的攻击，他也是有准备的。只见鸟鬼的爪子被他拿在手里挡下了权杖的攻击，果然这雷电对他自己分裂的同伴无效。
炭治郎果断一刀砍在权杖鬼脸上，并趁着他恢复的间隙，就要将豆子救下来。但刚拔出豆子身上的权杖，身后已经恢复过来的权杖鬼就要刺穿他的脖子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间，祢豆子抓住了权杖，并瞬间使出了暴血，点燃了权杖鬼。但来不及将其斩首，屋外重新获得武器的扇子鬼也赶了回来。愤怒的他从上往下扇动了扇子，这如来神掌般即视感的攻击，直接将炭治郎和祢豆子砸晕了过去。这场战斗究竟还怎么进行下去？而迟迟未回的霞柱武一郎此刻也正面临着另一位强大的敌人，他能否战胜这上弦排号第5的强敌呢？而炭治郎几人又将如何扭转战局呢？那么到这里，刀匠之孙篇上就先到这儿了，下篇将是更加精彩的终极对决。简介区也有其他篇章的解说通道 ，BGM 可关注麒麟同名网易云，也可以扫描上方的二维码加入麒麟的交流群，便可获得最新视频的更新消息。最后感谢所有支持麒麟的小伙伴们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